怎樣的不完美也能成為愛的機會。晚上9點半，他下班回家，進門就聽見他摔門的聲音。他愣了一下，問：怎麼了？他指着浴室地板，一灘水攤開如地圖，語氣冰冷：你不是說你會修嗎？修了結果更糟。他一邊道歉，一邊拿毛巾拖地，嘴裡嘟囔了一句：我只是想幫你，你不用每次都像我欠你一樣。他轉頭就走，回房把門關上，門的震動聲像是宣告：我們根本不適合。那晚兩人背對着背睡覺，沒有吵架，沒有和解，只有滿屋子不講明的挫敗感。你以為婚姻的大災難是外遇，是背叛，是不可原諒的錯，但很多時候，真正讓關係疲乏的是一連串善意失敗的累積。他想修洗衣機是為了他生氣是因為他感覺被忽略太多次了。這些不完美不足以讓他們分開，卻足以讓彼此漸漸冷掉。而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這些不完美能不能變成重新靠近的機會。不完美不是婚姻的敵人，習慣逃避才是。婚姻中最大的誤解之一是以為完美才配得被愛，所以當我們軟弱、生氣、失敗時，就本能地說算了，別讓對方看到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我們在婚姻中想隱藏的每一個缺點，其實都是可以被愛的起點。有位先生曾說過這樣一句話：我老婆懷孕那年，我什麼都做不好，她孕吐，我不知道怎麼安慰，月子我也沒做好。後來她說，她最記得的不是我做錯什麼，而是我那晚很抱歉地坐在她床邊陪她一起哭。那是她說，她第一次覺得我真的跟她站在一起。你看，她做的事全是失敗的，但那個坦然陪伴的自己，讓她感受到愛。真正讓愛靠近的，不是完美表現，而是我雖然不行，但我還是願意在這裡陪你。我們太常怕出錯，怕丟臉，怕不被接納，於是包裝自己。但在婚姻裡，包裝反而會制造距離。你以為掩飾是保護對方，其實是錯過了對方愛你本來樣子的機會。他的大男人，他的敏感，其實都只是未說出口的恐懼。有一對夫妻來做婚姻諮詢，他說他太大男人，凡事都要他說了算。他說他太情緒化，動不動就哭。但聊着聊着，我們發現背後其實是這樣的。他從小在控制欲強的家庭長大，一直害怕自己沒資格說話。而他從小在缺乏父愛的家庭成長，內心其實極度沒自信，所以他變得容易敏感，是因為怕再度被壓抑。而他變得強勢，是因為怕再度被忽視。他們看起來在對立，但其實都在用各自的方式保護內心的脆弱。婚姻中很多的衝突不是对錯問題，而是我沒辦法用對的方式讓你知道我害怕的結果。當我們把對方的不完美當作敵人，就只會想糾正，想改變，甚至想逃離。但如果你願意深入看那些讓你生氣、抓狂、難過的地方，其實都藏着一個對方沒說出口的痛。與其問他為什麼老是這樣，不如問他是不是其實在害怕什麼。這不是為對方找借口，而是為愛開一條更深的理解之路。不完美
不只是忍耐的對象，也是親密的入口。一位太太分享，她先生工作能力強，人緣好，但就是記不得紀念日，也不太會說好聽話。每年他都會小小期待，然後小小失望，直到有一年他轉念了。他說，我開始不再等他來表現浪漫，而是直接告訴他，老公，我生日快到了，我想吃你煮的咖喱飯。他就認真的去練了1週。他笑着說，那咖喱有點鹹，但是我吃過最有愛的。他發現，與其等一個完美的老公，不如接住一個願意學習的老公。不完美，給了2個人一起成長的機會。如果他什麼都會，那你在哪裡能夠進入他的生命？當你允許對方在你面前還不那麼好，你其實就是在說，你可以放心做自己，我愛的不只是你的表現。而這份愛正是讓婚姻成為避風港的根本。最深的連結來自願意讓對方看見你的軟弱。電影《腦筋急轉彎》裡有一幕很觸動人心，當主角樂樂一直試圖讓別人開心時，反而讓事情越來越糟，反倒是悠悠走過去陪着朋友哭，聽他訴苦，那個朋友才慢慢恢復情緒。因為我們都忘了，真正的親密不是在快樂時，而是在你敢在對方面前難過。婚姻也是一樣，不是你每次都笑容滿面，處事完美才會讓人愛你，而是你在失敗裡、脆弱中還願意敞開自己，說我不知道怎麼辦，但我還在這裡。有一對老夫老妻結婚50年，記者問他們怎麼維持這麼久，老婆笑笑說，我們不是沒吵過架，是每次吵完他都會走過來牽我的手。那牽手不是因為錯都解決了，而是因為他在說，我願意和你一起繼續走。婚姻裡最美的不完美，不是永遠不犯錯，而是犯錯後還願意一起修復的勇氣。結語，願我們的不完美成為彼此學會愛的地方。或許你也常在心裡問，我有那麼多缺點，他怎麼還會愛我？他那樣急躁碎念，我怎麼愛得下去？但或許答案不是因為他完美，也不是你變得更好，而是你們都開始學會在不完美中繼續選擇愛。這份選擇不是放棄標準，而是願意承認我們都是在學習愛的人。那麼今天的婚姻可能還不是最理想的樣子，但你們的婚姻已經走在一條最真實的親密之路上。下一次當你面對伴侶的某個讓你抓狂的小缺點，也許你可以這樣看待他，也許這就是我學會更深愛他的機會，也許我的不完美能讓他知道我也需要被接住。愛不是從完美開始，而是從看見彼此的不完美卻仍然不走開始。